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不是张宇啊。老张上一期呢，趁我不在，非要玩一期票，然后还抢走我一手机，把这个荣耀7叉呢替我给开了个箱啊。这个老张呢第一次上镜，可能在语言表达上啊，是吧？一个不偷井盖的河南人，然后普通话不是特别好，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啊。OK， 这一期呢由标准普通话这个过了1乙的小白来为大家开这个努比亚的 Z17S。这台手机呢，其实比我预想之中这个舆论呢，就是发布之后全网的舆论效应呢要高了很多。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台手机可能并不像这个之前，比如说 Z17 那样热度那么高，因为全屏的手机也发了几台了，但是没想到发布之后呢，热度还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件事非常值得一说，就是这次努比亚的 Z17S 呢，是我今年来可以说购买手机最顺利的一次。上午10点的时候抢购，然后下午直接就给送到了，这个老铁没毛病。也侧面呢说明这台手机虽然说热度很高，但是实际下单的人数呢可能会比较少。当然，我一定是认为厂商备货比较多的，对吧？手机呢，咱们先拿出来，然后旁边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近期热门的一些全屏手机，像 Mix 啊，1000元的全屏，这个荣耀的7叉，然后还有这个 Note 8和 S8。盒子里面呢是非常传统的，但是呢比较值得一说的就是它这个充电器。这个充电器首先从体积上就创了一个新高。之前咱们都说这个魅族的充电器呢可能是最大的，但是它应该是比魅族那个还要大一些，而且重量上也要沉一些啊。瓦数上呢是5伏的5.2安，理论上啊能达到26瓦，但是呢这个平时充电能有个20瓦的速度呢都非常快了啊。后期的详细体验中呢，咱们再给大家测这个充电速度，然后还给了一个转接口，但是没有给耳机。买的时候呢，这个说是送一个耳机，但是呢开了箱之后只有一个壳，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努比亚原厂配件啊，这个特别著名了，清水套。这壳子的质感呢，就和三星那个原厂的非常像啊。壳子套上去之后也非常紧实，没有松动的情况。但是这个壳子有那么一点廉价感啊。哎呀，摘不下来了。啊，摘不下来了。没问题，留下了一点齿印。刚才这个壳出了一点小插曲啊，撕开前后的保护膜。原厂呢是并没有贴膜的，整个手机拿上手的感觉呢，其实跟之前的一些传统的努比亚的手机，比如说 Z17 呢，差别并不大。但是开屏之后啊，这个屏占比呢，铺面感还是非常强的。这次呢，它这个比例呢，并不是全面屏现在比较主流的18:9的比例，而是17:9的比例，一个比较怪啊。这一点呢，我也没太搞清楚为啥，因为它的额头和下巴呢，说实话都是比较窄的，和三星的这个机器呢，基本上差不多了，可能就是比三星这个稍微的要宽那么一点点。在这儿呢，它有一个提醒，就是两侧呢是控制中心，因为它正面呢是没有 Home 键的。之前那个标志性的红色的小圆圈呢，也是做了一个虚拟按键隐藏，中间的这个是分屏。OK， 现在呢就是一个开屏的状态。咱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虚拟按键啊，3颗虚拟按键呢是在底部，而且做的呢是比较宽的。如果要是隐藏的话呢，
可能你需要适应一下，在初期的时候，比如说两侧呢是呼起这个管理中心，而中间呢，就是把这个3个去年键呢给呼出来。现在呢，我们把它全部亮屏，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18:9和17:9这个感觉啊。其实我觉得也就是稍微宽了那么一点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个在之前公众号里边跟大家聊过很多次啊。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之前努比亚做这个全屏手机的，因为它之前做的就是无边框的手机，无边框再加上全面屏，那这个效果呢就要比其他厂商呢要好很多了。Note 8呢可能不太明显，因为它是曲面屏，但是跟小米和荣耀一对比呢，这个无边框的优势一下就凸显出来了。在之前的预测里边呢，我个人觉得应该努比亚会出一个新的系列，比如像这个 iPhone X 一样啊，就是再出一个全屏的一个高端系列，但是并没有，可能是初代的原因啊，它直接挂在了 Z17的下面，就是一个 S 的算是高级版吧。主要呢其实就有2点，第一个就是屏幕，然后还有就是摄像头方面了。这摄像头呢后置啊，这个非常奇怪，它是一个2×1300万的主摄，也就是宣传上说的2400万的一个主摄，还有一个2300万的一个副摄，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奇怪的组合啊。这个实拍样张呢，一会儿我们去给大家拍一下。然后整个手机从背面来看呢，可能就稍微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宽了。照之前努比亚的手机呢，就非常明显，比如说努比亚 Z17。上手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呢，就是 Z17S 这个握持感啊，并没有之前努比亚的手机，或者说并没有这2款做得好一些。它和这个 Note 8呢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它这个边框呢是稍微突出于前后面板的。在握持的过程中呢，你会感觉这个中框呢和后背呢并没有这个严丝合缝的契合，而是稍微凸出来一点，就是有点荡手的感觉，并不是摸起来那么圆润。如果你之前拿的是小米 Mix 啊这种几乎一体的这种设计啊，这种感觉会非常明显。还有就是这次的这个配色上呢，我个人觉得，中框的这个金色呢稍微做的有点深了，就是，有一点那种土豪的感觉了。应该再淡一点，当然这个是我个人审美啊，再淡一点可能显得优雅一点、高雅一点吧。不出意外的，这个指纹识别呢也是做在了后边。整个手机正面的这个观感呢，在今年的这些全屏的手机里边呢，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最好的一台了。在国产手机中啊，这个三星和苹果的就不算了，尤其是它这个无边框这个加持之后，彩虹纹的问题呢，我这台我觉得还好。并没有多少彩虹纹的问题，而且两边的这个边缘区呢也都差不太多。同样，这个四角呢也都是一个圆角的这么一个过渡。整个手机在性能方面呢，一会儿我们简单跟大家跑下分，因为它和 Z17呢我们是做过详细测评的，基本上内部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主要就是一个全屏，还有就是这个摄像头方面做的一个调整。而且前置呢，这次它呢也是双摄像头，当然我个人觉得可能意义并不是太大啊，因为两个呢都是500万的，像素上呢比较低。我觉得把一个摄像头像素调大一点，这解析力可能更高一点啊。当然我这个可能是不顾及成本的这个手法啊。还有就是呢，它的售价啊，这次这个 Z17S 的售价呢是2999块钱，我手上的这台呢就是从京东购入的。对于这个价格呢，我觉得也算是比较良心吧。它这个高配版呢，我觉得稍微有点高，就是8G 加上128G，两个内存稍微加了一点，竟然是加了1000块钱，达到了3999块钱啊。但是电池呢就稍微比较小了。今年呢可以说是这个全面屏普及的第一年，在电池上面呢，大家可能在内部的堆叠上呢都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案，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小的，它是只有3100毫安时的电池，放在5.5寸手机中都算是一个比较小的了，但是它还是5.73寸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调侃的说它是这个宇宙级的双摄，那我不知道这个 Z17S 该怎么定义了啊？没有什么好像比宇宙再大一点吧？3体级的双摄不行，3体也在宇宙里边。机身的背面呢也是一个4曲面的玻璃，但是就像咱们刚才说的，由于它这个整个边框呢是做的比较凸起，所以说这个4曲面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明显，我觉得还不如把它做平了，那种精致感更强一点啊。在锁屏方面呢，它是没有加入人脸识别，因为它之前这个旗舰机呢也都是后置指纹。咱们来试一下啊，12次录入成功。OK， 咱们与小米 Mix 同样都是后置指纹的来做一个对比，1、2、3。第一次是小米比较快，1、2、3。第二次还是小米比较快啊
1、2、3。在速度上呢，确实要小米快一些。刚才解锁的时候，我发现啊，其实在录入的时候就有过2次误触的问题。当然，这个也是为了整体性的考量啊，就是它内部的这个指纹识别模块这个面板呢是几乎和它后背的面板做的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呢基本上是统一的，就是纯黑的。这样在后背看的时候呢，整体感会更好一些。但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点光滑。你在找这个模块的时候呢，并不像小米的这种它专门做了一个比较深的凹槽，虽然说它这个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浅啊。至于系统方面呢，除了这次的底栏呢，基本上和 Z17呢是完全一样的。Z17呢，我们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测评，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要是对这个无边框啊，或者说一些手势方面呢，系统你比较好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期视频。同样还是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 Z17S 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实拍样张就可以供你查看了。之前我们做过视频的相关机型呢，大家也可以回复机型名称查看相关信息。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简单总结一下我出上手的感觉，就是全面屏的这个视觉效果是在今年国产手机中做的可以说是不说最好吧，但也绝对是第一梯队非常不错的一台。Nubia 的这一台呢，就是边框上控制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因为它本来就是有无边框的这个技术这个也是我之前说的，它来做全面屏的话，这个本身就先有了一些技术上的积累。但是这次的这个中框问题呢，确实比较大，而且也直接导致了它这次的手机的厚度比较厚啊，只有8.5毫米，应该是今年国产机中，我不说国产机吧，就是算着三星啊这些手机拿过的最厚的一台了。大家可以在底部和小米对比一下，非常的明显。这个厚度上，这个中框呢，之前在 Note 8那期也跟大家说过，这种凸出来的中框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跌落的时候不会直接接触到你的前后面板，起到一点这个防跌落的作用。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更想要一个统一的圆润的整个这个机身，因为握持感确实是最好的嘛。OK， 后面呢会给大家出一个比较详细的测评，咱们再详细跟大家聊，尤其是这个宇宙级双摄已经没法形容它了啊，这个双摄像头，估计呢我们下半年呢还会出一个这个下半年的这个相机的大对决，因为上半年呢我们就出了一个横屏吧。除了这个视频节目，最重要的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晚在那儿和你语音聊科技，每晚发车，咱们不见不散，赶紧扫码关注。你对机型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与我微博互动即可。OK， 这期的 Nubia Z17S 的快速体验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你要是急于入手的话呢，2999块钱的这个版本呢是第一推荐的，因为这个高配版4000块钱呢，我就觉得有点贵了。唯一这台手机目前来说比较这个需要你担心的就是这个中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去摸一下。还有就是这个厚度嘛，导致它整个手机的这个握持感它会差一些整个这个全屏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OK， 这期视频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听了我的这个普通话，应该比老张的要标准很多，是吧 ？OK，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应该是 Mate 10或者是 Mate 10 Pro 的快速体验，再见，拜拜。